由于特殊的地貌，传统钓在无尾的普及率非常高。作为相对悬坠钓法而划分称谓的老式钓法，其作钓效果却并不过时，至今还为国内外淡水钓甚至海钓钓友所使用。这个是最典型的这种传统钓的。你看，我们刚才车子开到这以后就能看到。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啊，是在光水里面钓，但是长管短线最经典的钓法就应该在这些草洞、藕塘。这个就是藕塘，那边是水草，这边是藕塘，啊，长管短线应该是在这些地方钓是最能体现它的优势了。放眼望去，算不上优美的自然环境，却称得上原生态。塘中颇为狰狞的水草、枯树枝，对悬坠钓法来说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钓点最终确定在了一处相对狭窄的河道，有一定的水流，但并不湍急，鱼儿也较为喜欢在此顶流嬉戏。可雨水并没有停歇的意思。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，就是用金龙的几款小米，我们再把它搭配过以后呢，就是做了底窝料、打窝的呢，效果钓得不错。但今天呢，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一个是光水，一个是在有草的地方。啊，刚才我们在前面过来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当地很多钓友啊，都是在藕塘啊，在这个草前面在钓。今天就有特点了，主要还是在有草的地方在钓。我今天呢把饵料再重新调整一下，那天打的不多了，我们这个蜀香的这个玉米碴子跟麝香的这个小玉米啊，放在一起，麝香的酒米放在一起。我还是把里面加点蚝油，为什么加点蚝油啊？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就加完蚝油以后，确实很明显，当地这个钓友呢，他们那个就没有加这个蚝油，就感觉到就是，打完窝的这个鱼啊，很远的地方鱼可能过不来，还是把蚝油加进去，就是把我们这个包装袋还是要带走啊。里面还要加点无霜，加点新的在里面。看这个无霜，昨天这个幼鱼各方面还是不错的，适量加点无霜。看好地形，有选择性地打下了数个窝子，任其聚窝幼鱼。接下来就该准备长竿短线了。平日里总在呼吁大家爱护环境，废物利用。今天大毛老师就教大家一招，变废为宝。昨天我经常用的线，我们每次在做钓之前都会去看一下。这根线呢，摸了一下有伤，有伤了以后呢，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整个线放好，把以前的这些太空豆啊、这些浮子就可以过到这个线上。挂到线上呢，先把这个地方打个结，套过来。因为我们在自然水域钓鱼也好，在野外钓鱼也好，经常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那样的状况。你碰到了以后怎么办？尽可能的可以再把这个太空豆有时候再利用一下。有时候你就缺少一个太空豆，可能你没有，你就没办法用了。你这样的话呢，把这个可以再带过来，这个撸过来了以后，现在有很多硅胶豆了，不像过去了。过去呢没有什么硅胶豆，可能老的太空豆啊比这个新太空豆还要好用。这样的话就等于再次利用这个太空豆也好，就是浮子也好，都可以再次利用了，啊，一点不影响。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吧，一切准备妥当。不知水下的窝料是否正常发挥着效力？相较于上集做钓光水，这次水下的情况明显更为复杂。不过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钓的优势和魅力。
这是最典型的一种我们长杆短线钓的地方。现在我们钓的是草头，你看这个位置有泡了，你看到了吧？只要有泡的话，下去就是鲫鱼，一会就吃。我们上期拍的那个呢，就是光水，在光水里面钓。光水呢，水稍微深一点就可以用这个悬坠式钓就可以钓了。但是在这地方特殊的地方，也包括藕塘啊、草洞啊、草前面啊，这些地方只能用这个传统钓钓，而且底下还有很多暗草，有时候放的时候呢还放不到位，放一下呢，你看这样放在底下，哎，你看刮到草了吧？就很明显底下了，是草。锅子里面应该是有鱼的，我感觉到它有泡哎，这里面有泡哎，你看，又接了这个吗？又接了不行，它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它不光是旁边有草，而且它底下还不平，底下往下放的时候，你一下放不下去，还是有草。松了，松了，你看，哎呀，第一条小鲫鱼，这是送婆子了，你看，啊，这个就是金黄色的嘛，这个鱼跟昨天那个鱼钓就不一样了，跟上一期那个鱼啊，这个鱼跟，这是今天的第一位小鲫鱼，我刚才也看到有泡了，这是在草头。这个鱼跟上一期拍的那个鲫鱼啊，显然不一样。你看这都金黄色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是发白，那因为这水有点浑，所以鱼白。这个鱼呢是在有草，在清水里面，鱼是黄的。这是正宗的野生鲫鱼。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土生土长的鲫鱼，尤其在这个草洞里面的，背是黑的，肚子底下是发白发黄，金黄色的。这个光水啊，这光水里面有那个光水有那个东西，有那个叫底下也不是那个，也有草在底下。有挂底。你看这就下不去了，这就是底下就是暗草。上面肉眼看到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叫革命草。革命草底下好像是菱角吧，是什么？是水草啊？它不是菱角草，是那种水草。你们叫水草是吧？对。没数。有口了。看到了，又挂到了，哎呦，从草里面拔起来了，就那个小鲫鱼，底下还有青苔，你看这上面还有青苔，你看啊，这种水草，看到了吧？就是鱼吃了以后就往这个草里面钻，还有这种草在里面。传统钓区别于其他钓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多窝点并举，需要不断地换位找鱼。起初打窝时就准备了7、8个窝点，尽量提升诱鱼效率。无为钓友老沈作为这一方传统钓的高手，装备之齐全，令人佩服。一把自制的加长版镰刀，轻轻一割，对于聚窝诱鱼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用以前的那个旧杆的，我用自己做了一个割草刀，然后这个刀呢是在市场上买的，叫不锈钢刀，然后也挺锋利的。选择这块水位呢不是很深，但是我会选择这块，因为我们这边春天嘛，传统钓，你看前面白水里面全是暗草，你根本没法钓，只有在这一片草里面用刀轻轻的勾一个洞，这个洞呢不要很大。大了呢反而不好，最好是有碗口，就是一个碗，吃饭的那个瓷碗，比碗口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像这个洞的话，我们一般的每隔一般的是5米吧，3米到5米，我们就可以去勾一个。
因为像这个季节的话，这鲫鱼它肯定是在边上的，不可能跑到中间去的。今天钓跟我上期节目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光水，而且水深呢长深的地方大概1.67米，浅的地方都7、80公分。我们今天大概也只钓到20、30公分深的地方，完全是自己。刚才你看老沈现在还在用草，那个用镰刀砍这个草，砍完草然后又直了，又送了，又小鲫鱼，这又是小鲫鱼。他是用镰刀边把这个草掏出来动，就打上窝子。这块打上窝子的话就能钓到，把它养着啊，不要把它搞死了。也可能放下去到窝子里面就吃，只要下去就有的话下去就吃。这种钓法已经把我们这种七星漂啊钓得淋漓尽致了，那。哎，这条可以，这条，哎呦，这条真的可以，这条，哎呀，这条真的不，这条不错了，这条，现在应该是最大的一条了，目前现在，来，这有音呢。啊，来，可以看一下了，才钓多深？还有泡，他们在说还有泡，底下还有鱼。你看看，好。你把烟抽好，我把空气加。现在看看这窝子了，也可能下去就吃。只要有的话，下去就吃。今天这个是真的非常有特点，点一下它就往上送。就是那个。它这个应该还有的，应该下去就吃。哦，有泡，又来泡了，放了2个大泡啊。它这个光水里面啊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光水里面没办法钓，很多暗草。我看到有泡了，就是光水里面啊，它有暗草，你就没办法钓。它只有在这个草里面啊，这种草底下它不生暗草，所以它能找到底，要不然的话你找不到底。哎，那你看看，这个鱼钓的真的太美了。好，看看底下看有没有了，继续啊！一阵连杆，说明选中了合适的时间，来到了正确的窝子。草洞里寻觅鲫鱼，效率并不比光水差。一是复杂的水下环境是鱼儿躲藏的天然屏障，二是水草丛生，更容易觅食。突来的发窝并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再来一尾，个头依旧不错。那个手，来，这条可以啊，这条可以啊。哎呀，好胜利啦！这条这条大。刚才冒泡泡。哎呀，这条大。太棒了，这条！这个叫纯野生的，是真的纯的野生的。太棒了！好，来，赶紧把它养起来啊！哇！一阵小高潮，算是用长杆短线钓起了频率。窝子存鱼有限，受精以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停口，这时再换到其他窝点，火力能否延续呢？
我们刚才在那边啊钓了，每个窝子都能钓个几尾。钓完以后，我们把窝子啊又重新补了一下，现在又回到这边了。因为钓这些草洞啊，就是边钓边找鱼钓，就是可能一次性我们会打了10个8个窝子。因为刚才在光水里面我看了一下，我光水我打2个窝子现在钓不了。光水一个是小白条太多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边深一点有鱼了，你看下去就有鱼了。这边稍微深一点，好，好了，把这个鱼下给你，拿抄网来。我来把这个光水的这一个太空豆拿下来。光水我现在已经放弃了，不钓了，全部钓这些地方了。看来也不是每个窝点都能连杆，靠近光水的依旧白条恼人。其他几处的情况也差强人意，以未成型的苗子居多，还是要等到连杆的窝点再次聚上。这也是传统钓的特征。单次垂钓，只要能遇上这么一处出鱼的位置，就算是大获全胜了。可杀个回马枪，窝子还能续上吗？那前面几个窝子里面小鱼还是多，钓来钓去啊，感觉还是这2个窝子好。哎呦，这鱼下去就能看到啊，这里面我还讲这个好一点，这个也不行，这里面也是小鱼啊，都能看到小鱼冲上来吃。松了，你看到了，这小鲫鱼看到它往上冲。又倒了一下，好，又有，哎，这条，哎呦，这条还行，坏死，这条坏死，挂住了。好，还在上面，还在上，哎呦，这条还真可以，这条，哎呀，不要，跑不了，跑不了，跑。哎呀，刚吃饱饭，腰都弯不了了，哎呀，透气，呸。还有草在上面，你看，好，抓紧时间，窝子里面要有的话就要抓紧时间了。你刚才很明显，一路从那边钓过来，全是白条，钓完我就不钓，钓完不钓，走到这个位置，但哪个位置啊，它上鲫鱼它就容易上。现在目前看起来，这有7、8个位置，最好的就是这2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。又点了一下。看到了吧？又顶上来了，只要顶这一点就行了。它这标准的鲫鱼吃钩，哎，掉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不能踩这个。你要不捡它，它在底下就死了。我倒不是想要吃它，它也是生命啊，我们要尊重生命。可能有的钓友说我太做作了，装洋，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今年要拍的话也是第3季了，一会儿，今年是差不多第2季的末尾，大概最后的几期吧。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尊重这些生命，就是我们要真要想吃它的话呢，可以，我们钓完以后留几条大的可以带回去吃。如果真的不吃它，你何必把它搞死了干嘛？我放下去以后它还会长大。长大了再钓嘛，它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了。你看这么点水深，你看大木老师，这才多深啊！你看，20-30公分深啊。对呀。而且吃拖着就跑，它送不起来了，太浅了。正好我们差不多准备一会儿准备收，这个鱼一直在下。最后呢，还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广大的钓友啊，很多这种红虫，这个刚才老沈提醒我说这话了。红虫呢，它也是
身上有很多的细菌，尤其这个虫卵，尤其我们的手啊，要不小心的话，被这钩子扎破了以后呢，最好是不要用红绳啊，或者用创口贴贴起来。如果我们的这个伤口啊，这个虫卵进去以后啊，很麻烦。看看今天的渔获啊，给你们看看今天的渔获。这一上午真没有少钓，吃过中午饭就没怎么上了。你看这个鲫鱼，这野生的鲫鱼。嘿，嘿，嘿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半截船。明天就钓他们的大鱼了。好了，好了，你们走吧。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今天是小鱼，明天就是大鱼了。啊。